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：男子日夜操劳，妻子却容光焕发。表嫂说：“兄弟悠着点。”明朝末年，在新安县新集镇内有一个男子，名叫马蒙。他从小就失去了爹娘，这些年来多亏了乡亲们的救助，这才得以存活。如今马蒙已经30有余。他跟随村子里的老猎户学到了捕猎的技艺，虽然他天赋一般，但是靠着捕猎养活自己也是不成问题。马蒙身材矮小，而且相貌也是平平无奇，再加上家里的日子也是不太好过，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姑娘肯嫁给他。乡亲们见到马蒙迟迟都娶不到媳妇，在背后可没少看他的笑话，让马蒙心里很是无奈。于是马蒙便找到了村里的媒婆李大娘。这李大娘有着一张巧嘴能说会道，只要她出马就没有说不成的媒。可是当李大娘见到马蒙后，便摇头道：“就你这样的条件，想要娶媳妇可不容易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若是我这里有了合适，我自会通知你的。”听到李大娘的话，马蒙也是一阵苦笑，他也不好再说些什么，只好默默地离开了，希望能够早点听到李大娘的消息吧。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马蒙迟迟都没有听到李大娘的回信，不由得心灰意冷了许多。就在他不抱希望的时候，李大娘竟然亲自找上门来。马蒙连忙将李大娘迎了进来，并给他倒上了一壶热茶。李大娘开口道：“马蒙啊，这次我是来给你报喜的。邻村张老汉家有个女儿，名叫张敏，她人美心善，而且家里还不要彩礼，这好事你可别错过呀。”闻言，马蒙心中大喜，他连忙点头道：“多谢李大娘，此事若真成了，一定会报答李大娘的。”听到马蒙的话，李大娘也是心里美滋滋的。于是李大娘便点头道：“那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，我这就带你去见见张敏。”闻言，马蒙大喜，连忙回屋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还在集市上买了只烧鸡带着去了。毕竟第一次登门，手里不能空了。就这样，很快马蒙便来到了张老汉家里。张老汉待人热情，让原本有些紧张的马蒙也是放松了不少。马蒙开口道：“张老伯，为何不见张敏呢？不如将她喊出来见一见。”闻言，张老汉脸色微微一变，随后便看向了李大娘。李大娘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张老汉便开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将敏儿喊出来。”说罢，张老汉便回屋去了。不一会的功夫，张老汉便拉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了出来。当马蒙见到张敏的第一眼时，便心中激动。他没想到张敏竟然如此的美貌，可等到马蒙仔细一看，却发现这张敏似乎有些不同。她的一举一动就像是个年幼的孩子一般，难不成脑子有什么问题吗？似乎是看出了马蒙的疑惑，一旁的李大娘便开口道：“张敏小时候受到过一次外伤，所以长大了变成了现在的状态。她的心智只7、8岁，根本就离不开人。凭借你的条件，也就只能娶她回去了。”闻言，马蒙也是心中犹豫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张敏竟然是个傻子，真是可惜了这张俏脸。于是便想着拒绝，可李大娘继续说道：“马蒙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若是你错过了张敏，恐怕这辈子都娶不到媳妇了。虽然张敏是傻了点，但是没有别的问题，为你传宗接代可是不成问题的。”就这样，在李大娘的不断劝说下，马蒙终于是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愿意娶张敏过门，我将来会好生待她，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”听到马蒙的话，张老汉也是心中满意。就这样，在李大娘的撮合下，
马蒙便迎娶了张敏过门。乡亲们见到马蒙娶了个没人要的傻媳妇，一时间便将她当成了饭桌上的笑话。不过马蒙却不顾别人的言论，他既然娶了张敏，就要对她负责。张敏也是感受到了马蒙的善意，所以夫妻俩很是恩爱。就这样过了半年的时光，张敏终于是查出了身孕，这可把马蒙给激动坏了。他每天除了外出捕猎，就会守在家里陪伴妻子。看着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，马蒙心里也是高兴不已。一转眼便到了妻子临盆的时候，为了妻子的安全，马蒙早早的就将稳婆给请到了家里。这稳婆经验很是丰富，在这10里8乡都十分出名，所以马蒙心里也没有那么紧张。很快马蒙便被稳婆赶出了门，他在外面来回的踱步，这一等就是4个时辰。按理说这孩子也该出世了，为何迟迟都不见稳婆传来消息？就在此时，房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只见稳婆一脸慌乱地说道：“马蒙，你快去城里请个郎中过来，你妻子难产出血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。”闻言，马蒙心中大惊，他二话不说就朝着城里赶去。可是村子距离城里有着一段距离，等郎中被请回来，发现张敏早就没有了气息，就连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保住。很快乡亲们便闻讯赶来，他们见到马蒙跪在妻子的尸身前痛哭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于是大家便帮着马蒙将妻儿下葬了。自打妻子离世后，马蒙就好似变了一个人，遇到乡亲们打招呼也不回话，整个人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度日。乡亲们也没少安慰马蒙，可他却迟迟走不出阴影。这天，马蒙来到了集市上卖猎物，由于它价格比较实惠，所以很快便将带来的猎物出手了。就在马蒙起身准备离开时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哭声，马蒙也被吸引了过去。只见一个妇人瘫倒在地，在她的身旁还有一个半大的男孩不断的哭泣。这是一对母子，看他们那一身的破烂衣服，想必是沿街乞讨的乞丐。此时男孩身前的一个壮汉说道：“真是晦气，不过是挨了我一脚便死了过去，这包子钱我便不收了，我们也算是两清了。”原来母子俩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所以男孩便偷了2个包子充饥，不料被掌柜发现，这才追着暴打。母亲为了保护自己儿子，不料竟是被一脚活活踹死了。虽然男孩如此凄惨，但是周围的乡亲们谁也没有出手救助的意思，毕竟这附近的乞丐太多，时不时的便会有人饿死，他们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很快乡亲们便散开了，最后只剩下了男孩自己不断的哭泣。看到如此一幕，马蒙也是心中同情，于是他便走上前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娘已经不在了，现在还是先让她入土为安吧。”闻言，男孩强忍住泪水说道：“可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根本就无法安排母亲的后事。”马蒙开口道：“我这里还有些银两，此事就包在我身上吧。”说罢，马蒙便带着男孩去挑选了一副便宜的寿材，随后又在村子里喊来了2个乡亲帮忙，这才将男孩的母亲下葬了。等到处理好此事之后，马蒙便给了男孩一些铜板，随后就准备离开。可男孩却扑通跪倒在马蒙的身前道：“大伯，你是个好人，求求你收留我吧，我一定会听话，待我长大后定然会好好报答你。”马蒙见到男孩如此的可怜，不由得心中一软，想到自己也没有家人了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你为义子，以后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就绝不会饿着你。”就这样，马蒙便有了个儿子，男孩本名叫张成，如今跟了马蒙
于是便改了姓氏，唤作马成。马成比起一般的孩子都要懂事，每天都会跟着父亲上山打猎。他要学好捕猎的本事，将来也好让父亲过上好日子。就这样一晃7、8年过去了，如今马成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。这些年来的磨砺，让马成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猎户，比起当初的父亲来可是要强了不少。如今这家里的日子好过了，可是父亲马蒙却因为一场大病而离世，让马成心里很难接受，整日里都是闷闷不乐的。乡亲们见到马成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，于是便打算为他说一门婚事。要知道，现在的马成比起自己的父亲不知道强了多少，不但挣的银两多了，而且还高大帅气，所以村里有着好多姑娘都对他倾心已久。这天，马成从城里回来，就在他刚到家门之时，却见到一个女子正站在门外等候。此女马成也认识，正是邻村的林小玉。这林小玉早就对马成有意，经常会过来追求他。可是马成却没有成家的打算，所以每次都会出言婉拒。可是这林小玉却丝毫没有放弃，每次都会一如既往的坚持，让马成也是心中无奈。林小玉见到马成回来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马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已经烧好了饭等你，快些吃吧，否则就要凉了。”闻言，马成不禁苦笑道：“小玉你也太客气了，日后莫要再来送饭了。若是让别人看见，该说你的闲话了。”可是小玉却根本不在意，马成抹不过面子，只好将小玉带进了屋子。二人围坐在桌前吃饭，期间小玉不断地给马成夹菜，让马成很是不好意思。可就在这饭吃到一半，马成只感觉浑身一阵燥热，而且看向小玉的时候，心里竟然生出了一丝邪念。小玉见到马成的异样，不由得脸色一喜，她扭动着身子来到马成身前问道：“马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”那诱人的体香让马成不禁浑身一颤，随后他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便拉着小玉行了那夫妻之事。等到马成清醒之后，这才察觉到自己做的糊涂事。一旁的小玉眼眶湿红，她开口道：“如今我已经是马大哥的人了，若是马大哥不要我，那我这辈子可就毁了。”闻言，马成也是微微一叹，随即便说道：“此事都怪我不好，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”就这样，马成便迎娶了小玉过门。成婚后，夫妻俩很是恩爱。马成还将挣来的银两都交给了妻子，让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马成对妻子很是宠溺，家里的活从来都不让妻子插手。每天小玉都会跟着村里的小媳妇们一起去城里闲逛，花钱更是大手大脚的。马成只好努力打猎来维持生活。这天，马成路过一户人家时，见到一个老伯正在门外哭泣。马成上前问道：“老伯，你为何坐在这里哭泣啊？怎么不回家去？”只听老伯开口道：“人老了，被儿子儿媳嫌弃，如今我染了重病，没有几日的活头了，所以便被赶出来自生自灭了。”闻言，马成不禁心中大怒，这对夫妻真是太可恨了，怎能如此对待家中的老人？于是马成便进屋跟他们理论。那男子名叫李二，本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混子，得知马成的来意后，自然是没有什么好态度。他没好气地说道：“那老家伙谁爱管谁管，我反正是不要。”见到李二是油盐不进，马成也只好退了出来。他看着如此可怜的李老汉，心里也是一阵同情。于是马成便将李老汉带回了家。当妻子得知此事后，不禁微微皱眉，她小声嘀咕道：“你是不是傻？他的亲儿子都不管，
你怎么给领回来了？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”闻言，马成却摇头道：“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若是不管他，恐怕过不了几天他就要鹿死街头了。”在马成的不断劝说下，妻子这才答应了下来。于是马成便让李老汉住在了偏房。马成每天都会尽心尽力地伺候李老汉，让李老汉心中十分的感动。可就在1周之后，马成发现李老汉竟然死在了屋中，不由得心中悲痛。于是马成便将此事告诉了李二。可是没想到那李二竟然反咬一口，说是马成害死了他的父亲，要让他赔钱。马成心中气愤，于是便与李二起了争执，二人闹到了官府。由于李老汉的确是死在了马成家里，最终只好由马成赔偿了银两。此事过后，妻子便经常对着马成吵闹，说他是个傻子，当初不听自己的话，如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马成也表示今后不再为自己找麻烦了。可就在半个月后，马成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被欺负的小乞丐。看到这小乞丐，马成便想起了当初的自己，于是便起身过去阻拦。马成呵斥道：“给我住手！一群人欺负一个小乞丐，算什么本事？”动手的几人回身看去，见到马成人高马大的，一时间也不敢再动手，于是便转身离开了。马成上前将小乞丐轻轻扶起，发现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看样子是挨了不少的打。马成心中同情，于是便掏出了银子递给了他，说道：“这些钱你收着，日后可要学机灵点，莫要再被别人抓住了。”小乞丐见到马成心地善良，心里也是极为感动，他连忙开口道：“大哥是个好人，还请大哥收留小子，我什么都会做，一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”看到如此一幕，马成也是不忍心拒绝，于是马成便拍着小乞丐的肩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便是我的弟弟了。虽然咱家里不太富贵，但是保你吃饱穿暖不成问题。”就这样，马成便带着小乞丐回家去了。在路上，马成得知小乞丐名叫张青，从小就是个孤儿，这些年来自己一人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很快，二人便到了家里。当妻子见到马成竟然收养了个小乞丐，心里也是极为愤怒，便跟马成大吵了一顿。可是马成哪里能将张青抛弃？在他的坚持下，妻子便收拾东西回了娘家。后来多亏了马成不断的劝说，妻子这才答应回来。可是他对张青却没有丝毫的好感，张青也只好躲着嫂嫂远远的，生怕被他责骂。转眼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如今的张青也是长高了不少。他平日里便跟随着哥哥学习捕猎，让马成也是轻松了不少。这天，兄弟俩捕猎回来，刚一进村，便发现乡亲们对着他们指指点点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马成便上前询问，可是却没人肯告诉他，让马成很是无奈。很快，马成便遇到了自己的发小李大强。只听李大强开口道：“你小子真是愚笨，就没发现你妻子的变化吗？邻村的徐涛经常趁你不在的时候来家里找他，你自己可是要掂量掂量，别吃了亏就好。”闻言，马成心中大惊，仔细回想，似乎这阵子妻子对自己的态度改变了不少。每次自己想要与妻子亲热的时候，都会被拒绝。难不成他真的有了外遇？当天晚上，马成便表示自己要带着张青出门几日，让妻子在家要照顾好自己。不料妻子却是一阵窃喜，连夜就把行李给他们收拾了出来。第二日一早，兄弟俩便离开了。可二人并没有走远，就在附近找了处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。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夜里，马成便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赶了过来。
十分熟练地走进了自己家门。那人马成见过2次，正是徐涛。马成心中很是气愤，他便喊来了乡亲们帮忙，随后便来到了家里，将这对奸夫淫妇当场抓获。妻子本想祈求马成原谅，可面对此事，马成可没有那么大方，便将2人送到了官府，最终便与妻子断绝了关系。转眼间几年的时间便过去了，如今的张青已经长大成人了，马成到现在也没有再找到合适的妻子，兄弟俩一起过日子也算是轻松快活。这天，兄弟俩来到了山里捕猎，由于张青已经成长了不少，所以兄弟俩便分了2个方向独自行动，每次都能有不小的收获。可是马成找了许久都不见有猎物出现，让他不禁心里无奈。就在马成准备离开之时，突然一声惨叫传来，让马成不禁心中一喜，于是顺着声音找去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狐狸。这狐狸腿上不停地流着鲜血，看样子是刚刚经历过战斗一般。此时那狐狸眼中却是流露出人性的眼神，就好似在祈求马成救他一般。马成见到这一幕也是心里一惊，看样子这狐狸应该是通人性的，心中一软，上前为狐狸包扎了伤口，随后便放他走了。就在半个月后，兄弟俩打猎回来，却撞见了一个女子掉到了水里。看那女子在水里不断的挣扎，想必是不通水性的。马成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，那女子就好似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死死地缠在马成身上。马成用了吃奶的力气，这才把女子给救了上来。据了解，女子名叫李彩云，她与父亲一起来到这里经商，不料路上却遇到了劫匪，父亲为了救她死了，所以李彩云才想着一死了之。见状，马成便将彩云给带回了家。不知道彩云会做出什么傻事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兄弟俩也是轮替着照看彩云，生怕她想不开。彩云也是被兄弟俩的真情所感动，渐渐的便对生活有了希望。而且自打马成救了自己之后，彩云这心里边对他有了些别样的情愫，于是彩云便对着马成袒露了心声。马成心中大喜，他没想到彩云竟然能看上自己，便拍着胸脯说道：“彩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生照顾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”就这样，马成便迎娶了彩云过门。乡亲们也说马成这是好人有好报，张青也为哥哥感到高兴。过了没几天的时间，村里的李媒婆便找上门来，说是要为张青说一门婚事。这可把马成给高兴坏了，他早就想为弟弟找个媳妇了。于是马成便开口道：“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，这彩礼需要多少呢？”闻言，李媒婆笑道：“此女可是城里胡家的千金，非但不要彩礼，还会陪嫁给你们100两银子。如此好事可要抓紧呢。”听到李媒婆的话，马成不禁一愣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胡家的千金。据李媒婆所说，这胡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，所以便打算招个上门女婿，而且最好是穷苦出身的，所以他这才想到了张青。张青知道此事后也是心中激动，若是真做了胡家的女婿，便能让哥哥跟着自己过上好日子了。于是张青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可是，一家人不知道的是，这胡家已经招过不少的上门女婿，这些人全都染上了怪病，因此丧命。只是胡家将此事压了下来而已。就这样，张青便来到了胡家。那胡员外见到张青人高马大的，很是满意，便将女儿胡春娘喊了出来。这胡春娘貌美如花，就好似那天上的仙女一般，让张青不禁看呆了。胡春娘对张青也很满意，于是两家便将婚事定了下来。
不知为何，这胡家却没有操办婚事，仅仅是两家吃了顿饭，此事便算成了。不过马成也没有当回事，只要弟弟过得好就够了。成婚后，夫妻俩十分的恩爱，每天都要腻在屋里不出来，而且下人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让张青感觉好似在过神仙般的生活。就这样过了1个月的时间，张青的身体便出现了状况，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，而且整日里都提不起精神。胡家为他看了好多的郎中都没有效果，让张青心里也很是无奈。可奇怪的是，妻子却是红光满面的。于是张青便提出去探望自己的兄嫂。就这样，张青便回家去了。当马成夫妇见到张青变成了现在的枯瘦模样，心里也是大为震惊。可就在这时，嫂嫂突然开口道：“你身上的阳气都快被吸干了，最近你可曾遇到过怪事？”闻言，张青不禁一惊，他开口道：“未曾遇到过怪事，每天都会跟我妻子待在一起，根本就没有外出过。”听到张青的话，嫂嫂便开口道：“你的妻子有问题，就你现在的状态，最多还有3日的活头。”闻言，马成大惊，他也看出了妻子的不凡，连忙开口道：“这可有破解之法，咱可不能看着弟弟就这么死去。”只见彩云沉思了片刻，随后便手中结印，吐出了一颗珠子。这珠子瞬间就没入到了张青的体内，只见张青的气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起来，可彩云却变得萎靡了许多。于是彩云便将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，其实她就是当初马成救下的狐狸，为了报恩，这才嫁给了他。本以为马成会因此嫌弃他，可马成却微微笑道：“无论你是人是妖，你都是我的妻子。”闻言，彩云心里也是极为感动。就这样，彩云便对张青嘱咐了一番，随后便让张青回胡家去了。当妻子见到张青恢复如初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便拉着张青回到了房间，想要与他亲热。可就在这时，张青的体内突然飞出来一颗珠子，瞬间就将胡春娘给击飞了出去。胡春娘心中大惊，连忙朝着门外跑去，可那珠子却不打算放过她，最终胡春娘便被打倒在地，不能动弹。此时便见到一道魂体从她的体内飞了出来，竟然是个蛇妖。就在此时，那珠子上浮现出一只狐狸的虚影，一口便将这蛇妖的魂体给吞噬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蛇妖所为。当胡员外得知此事后，也是大为震惊，怪不得之前的几个女婿死得如此凄惨。此事之后，张青便跟妻子过上了正常的日子，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。而彩云也为马成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夫人使唤穷小伙把门带上，我把女儿送给你。杨万良父亲是做丝绸生意的，早在他50岁那年就已赚得盆满钵满。杨父曾一度希望杨万良把自己的生意发扬光大，这样他就可以早日功成身退，过上颐享天年的日子。然而杨万良不喜欢做生意，他每日只想过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悠闲生活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祸福旦夕。明朝万历17年4月的一天夜里，一伙强人忽然手持大刀闯入杨家，抢走了挤满马车的财富不说，还放了一把大火，把杨家一座四合院烧了个干净。杨万良父母受不了如此打击，竟都急火攻心，一命呜呼了。在临死之前，杨父从脖子上取下半块玉佩，交到杨万良手里，道：“儿啊，为父如今放不下的只有你了。你等我走了之后，拿上这半块玉佩，去万源城中找一个叫刘云泉的人。
为父曾经对他有恩，他见到这块玉佩后，一定会照顾你的。”原来10年之前，刘云泉和杨老汉曾经一起乘船去江浙做生意，不料途中遇到了大风，身单力薄的刘云泉不幸被卷进了湍急的江水里。由于他不会游泳，很快就要被江水淹没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杨老汉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决然地跳进江中，将刘云泉救起。刘云泉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后来在分别时，便把脖子上一块平安玉一分为2，并郑重告诉杨老汉：“杨兄，你的救命之恩，刘某没齿难忘。以后不管是你，还是你的后人，若遇到了什么难处，请一定带上这半块玉佩，到万源城中找我呀。”杨老汉在临死时想起了此事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将那半块玉佩交到了杨万良手里。杨万良含泪用草席将双亲埋了，这才踏上了前往万源的路途。其实他根本不想去万源给别人添麻烦的，但是在家乡，他一没了亲人，二没了住所，连生活都没了着落，他是不得不背井离乡啊。村中乡亲见杨万良可怜，便在他离村时给他凑了些盘缠，拿了些干馍。杨万良经过一路跋涉，终于在2日之后到达了万源城中。彼时，刘云泉经过数十年的耕耘，已经成为了万源城中有名的富商。杨万良随便一打听，便找到了刘云泉府上。咚咚咚，杨万良迫不及待地敲响了刘家大门。“你找谁？”守门人见杨万良十分落魄，根本不拿正眼瞧他一眼。杨万良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想找刘云泉，请问他在家里吗？我们老爷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？”“去！”守门人一脸不耐烦，正准备将杨万良赶走，恰好这个时候，刘云泉带了个仆人准备去翠花楼喝茶。他见杨万良有些面熟，便停下步子问2人为何在此争吵。杨万良也不隐瞒，取出玉佩便道明了来意。刘云泉一听这话，顿时热泪盈眶，拉住杨万良的手，就道：“原来是杨兄的儿子，怪不得我见你面熟。贤侄啊，你爹他还好吗？为何你们现在才来找我呀？我都等了你们10年了呀。家父已经去世了。”杨万良无奈，便又将家中典故道明。刘云泉听了，更是一阵唏嘘，可恶的贼人，竟把你们害成这样。万良，你可记得那些贼人的长相？咱们一定要想法为你父母报仇啊！贼人都是晚上来的，还蒙着面，我哪里看清他们的长相？不过他们若再次出现的话，我一定能从声音上辨别出来。杨万良叹了口气道。刘云泉道：“那好，那你暂时在我这里住下来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为你爹娘报仇。”就这样，杨万良在刘府住了下来。由于这小子不会干活，每日只知道读书，刘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他。这天下午，阳光明媚，刘云泉老婆沈氏带了2个丫鬟，正在后花园里散步。杨万良听得窗外的鸟叫声，也忍不住出来闲逛了一圈。这一逛，正好跟沈氏打了个照面。杨万良因为不好意思，便急着回屋去了。沈氏见状，不由得怒道：“这是何人？见到本夫人，为何连招呼也不打一个？真是太没礼数了。”“夫人，这便是前几日老爷收留的那个好吃懒做的穷书生。”丫鬟小丽讥笑着回答。沈氏听了，更是生气，原来是他。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今日看来真是一点不假。这种人留在府上干什么？那不是浪费咱们家粮食吗？说罢，沈氏便气呼呼地找到刘云泉，道：“听说你收留了一个没用的书生，我告诉你，咱刘家可不养闲人。
你最好让他赶紧走人。夫人，你是在说万良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他父亲曾救过我性命吗？如今他父母双亡，他又没有个住处，我又怎能狠心将他赶走呢？这万万使不得！刘云全听了直摇头，甚是不依不饶道：就算不赶他，也不能让他吃闲饭。老曹头不是说他一个人放不了几十头牛吗？你让他给老曹头打个下手，这样你也不用再花钱请佣人了，这倒是一举两得呀。刘云全犹豫片刻，心中也在寻思道：让他一直在家里吃闲饭的话，他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，不如顺水推舟，给他找个事干，他才有成就感。于是刘云全便点头道：那就听夫人的，明日就让他跟老曹头一起去城外放牛。就这样，杨万良便当了个放牛郎。虽然没以前的日子悠闲了，但这小子习惯了之后，倒也乐在其中。因为这些牛儿都很听话，杨万良和老曹头每日将他们拉到城外的荒山上后，他们便老老实实的去山上啃起草来。杨万良和老曹头只需要偶尔盯他们一眼，防止他们走丢了就好。这年7月，刘云全唯一的女儿刘素颜满14岁了。刘家在大院中摆了几十桌宴席，以示庆祝。酒席吃到一半后，杨万良和老曹头才从城外回来，碰巧有个道士来化缘，守门人只给他倒了点花生米，便吆喝他赶紧走人。那道士却缠着他道：你们今日办酒席，好吃好喝的多了去了，你怎给我点花生米就想把我打发了？快重新去给我搞点肉食来！你这道士有吃的就不错了，你怎还挑三拣四的？那守门人一恼，差点就把道士手中的瓷碗给踢飞了。还是杨万良眼疾手快，急忙冲上去抢过那瓷碗，道：道长，请稍待片刻，我想办法去给你弄些好吃的来，这才像话吗？道士点点头，满意的看了杨万良一眼。杨万良也不废话，拿了碗就去找吃的了。守门人侯三本来就不喜欢杨万良，如今又见他胳膊肘往外拐，不由得对着他的背影就吐了一泡唾沫，道：呸！你个放牛的，如今都寄人篱下，还在这里装什么好人？放牛的怎么了？侯三，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。老曹头也是个善良之人，他见侯三出言不逊，立马就跟他理论了起来。侯三说不过他，只得样样作罢。不久，杨万良端了满满一碗肉食，从院子里走了出来。道士见了，竟是满心欢喜，道：我都1个月没吃肉了，今日幸好遇到了你这个放牛郎，才能一饱口福。为了报答你的恩情，我送一句话给你吧。什么话？你倒是说说呀。还在一旁看热闹的侯三又忍不住笑道：那道士根本不搭理他，只盯着杨万良道：寄人篱下，始终没有出头之日，马上院试就要到了，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才是啊。明清时期，院试每3年举行一次，一般在8月举行，考中的称为秀才。由于杨万良早就考过了县试和府试，具备了童生资格，因此他也就有资格去参加这次院试了。本来遭此变故，他已经懒于应考的了，但怎奈这守门人侯三狗眼看人低，讥笑他道：哈哈哈，一个放牛郎竟然还想去考秀才，我看他是白日梦还没有做醒了。哼，那我就考一个秀才让你瞧瞧。跟侯三打下这个赌约之后，杨万良便又潜心学习起来。老曹头知道这小子经常秉烛夜读后，便趁次日放牛之时，对杨万良说道：小杨，这些牛儿我一个人也能照看着，你赶紧找个地方补会儿瞌睡。就这样，杨万良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。不久，他参加考试，一举考中了秀才。
侯三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再也不敢当面讥讽杨万良了。这个时候，刘云泉也更加看重杨万良了，有心要把刘素颜嫁给他。于是，在给他接风洗尘的那天晚上，他拉着他的手，兴高采烈地说道：“贤侄，有件事情我还忘了告诉你。”杨万良抱拳行礼道：“伯父，有何事情？但讲无妨。”刘云泉打着哈哈道：“你父亲在世时，其实我还跟他说过一件事，那就是把小女素颜许配你为妻。你父亲当时也是同意了的。如今你18岁了，素颜也已成年，我也该履行诺言，为你们举行婚礼了。你看你对我们家素颜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如果没意见的话，我就找个良辰吉日，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。素颜妹妹长得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我做梦都想娶此佳人为妻，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成就，贸然娶她的话，她恐怕会跟着我受苦啊。”杨万良又是兴奋又是担忧，在刘家住了几个月，他早就喜欢上了漂亮的刘素颜，只是苦于自己的身份，他一直难以启齿。刘云泉听后不由得失声笑道：“贤侄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将来我100年了，我还想把这些家业都留给她嘞。可她一个女流之辈，如何守得住这些财产？你若不嫌弃的话，入赘到我家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到时候以你们夫妻之力，就能守住这些财产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如果真能这样，那自己不是可以少奋斗许多年了吗？”杨万良一想，当即答道：“全听伯父安排便是。”哈哈哈，那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刘云泉很快拍了板子，他以为只要他点头了，这门亲事就算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哪知沈氏听他说了此事后，却是勃然大怒道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姓杨的何德何能，竟然妄想娶我家素颜？他现在已经是秀才郎了，以后若再参加几次考试，岂不是要中个举人或进士回来？到时候咱们就高攀不起了。哎呦，我的夫人，你可得看长远一点啊！”刘云泉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，怎知这个沈氏就是目光短浅，死活不同意让杨万良娶刘素颜。为此，他还去给刘素颜做思想工作，并且告诉他，杨万良就是一个穷酸秀才，比起不伤康久的儿子康鸿飞可差远了。素颜，我给你说，这个康鸿飞不仅长得一表人才，还懂得如何经商。别看他今年才19岁，可他在这万源城中已经开了2家布店，2家药店了。如今你爹的生意已经是日薄西山了，以后咱们怕是指望不上他了。你如果想继续吃香的喝辣的，还非嫁给这个康鸿飞不可。为了让女儿跟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沈氏将那康鸿飞夸了个天花乱坠。刘素颜确实长得不赖，但她没什么头脑。她听沈氏如此一说，自然就对那个康鸿飞多了一丝爱慕之意。秀才哥虽然还没什么成就，但我相信凭着他那股拼劲，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的。小姐，你今后若想大富大贵的话，还是嫁给那个秀才哥吧。这时，刘素颜的贴身丫鬟阮柳忍不住在旁边插了句嘴。不得不说，她看待问题比沈氏和刘素颜都要长远一些。沈氏见这丫鬟跟自己唱反调，当即将她骂了个狗血喷头。经此一骂，阮柳自然不敢再有多言。沈氏趁机带着刘素颜给刘云泉下话道：“老爷，婚姻自古就讲究门当户对，可你把咱们的宝贝女儿下嫁给家里的一个放牛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不怕这事传出去了之后被人家笑话吗？爹老祖宗若是知道了这事，肯定都会戳你的脊梁骨的。”刘素颜趁机说道。刘云泉听了母女2人的讲话，自然也有些动摇了，不由得板着脸问沈氏：“
那你倒是说说，咱们素颜嫁给谁合适啊？”沈氏添油加醋地说道：“当然是嫁给康公子最为合适了。那个康九不是经常跟你合作吗？咱们两家成为亲家后，你的事业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，才能更上一层楼啊。”刘云全听了，暗暗点了点头，又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可是我已经答应了万良啊，我总不能出尔反尔啊，这还不好办。”沈氏冷笑一声，将嘴凑到刘云全耳边道：“阮柳，这丫头对那个放牛郎倒是有意，我看她大了不中留，不如趁机把她嫁给他。这样一来，你不仅报了恩，还有了面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倒是一举两得。可我曾经答应把素颜嫁给万良啊，你先不要对他说此事，就把阮柳当成咱们家素颜。等他入了洞房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到时候他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就是想怪你，也怪不成了呀。那就照夫人的意思来办吧。”刘云全最终败给了世俗，于是按照沈氏的意思，简简单单的在后院里为杨万良举行了婚礼。杨万良当真以为刘家人把刘素颜嫁给了他，心里高兴的不要不要的。在那个年代，结婚当天，新娘子都是盖着红盖头的，新郎官只有在入洞房时才能看到新娘的长相，因此直到入洞房前，杨万良都还不知道真正与他结婚的人并非刘素颜，而是他的丫鬟阮柳。正当杨万良沉浸在喜悦中时，曾经让他去赶考的那个道士又找上门来讨酒肉吃。侯三本来又想把他赶走的，杨万良听到他叫嚷的声音后，立即跑出来，不仅恭恭敬敬地把道士请了进去，还把他奉为座上宾。刘云全对此十分不解，杨万良当即向他解释：“岳父大人，正是这位道长激发了我的斗志，我才能考上秀才，才能有今天呢。”原来是这样啊，道长高见，道长高见呐！闻言，刘云全象征性地向道士拱手行礼。道士笑着嘲讽道：“好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你们那点花花肠子，也只有骗这年轻后生罢了，休想在这里糊弄老道。”刘云全听了这话，好不尴尬。然而因为心中有鬼，他也不好发飙。“你这牛鼻子老道什么意思？我看你是来这里捣乱的吧？”沈氏听这道士话语不对，急忙要命人将他赶出去。还好这道士很会察言观色，立即扬声道：“贫道跟这新郎官有一面之缘，今日来这里只是跟他说2句话的，你们不用赶我，我跟他说完话就走。”说罢，这道士将嘴凑到杨万良耳边道：“今晚进入洞房后，立即把灯灭了。明日起床时，无论看到什么，你都不要声张，因为这就是你的造化。切记切记，进入洞房后就把灯吹灭了。这是为何？”杨万良还想问个明白，那道士却已经抓了一只烧鸡，跑出院子去了。虽然心中还有疑虑，但在他入洞房时，他还是按照那道士的意思，先把蜡烛吹灭了，再接了新娘的盖头，与他同床就寝。新娘见杨万良没有说话，一上床就步入了正题，他自然也不好多说，只是竭力配合其成就美好之事。次日一早醒来，杨万良才发现身边所睡美人并非刘素颜，而是他的丫鬟阮柳。“夫君，想必你应该知道了吧？昨夜与你成亲的其实是我才对，对不起让你失望了。”看到杨万良一脸落寞的表情，阮柳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不住给他认错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杨万良似乎才明白道士对他所讲之话的用意。本来他心里还有些疙瘩的，但见这阮柳如此懂事，且她的姿色丝毫不亚于那个刘素颜，于是他展颜一笑，道：“虽然我阴差阳错娶了你，
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娘子，能够娶到你是我的福气啊！夫君，你能这么想，就再好不过了。阮柳点点头，又依偎在杨万良怀里道：“经历了此事，你可能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。不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杨万良道：“我早就想搬出去了。如今既然咱们成了婚，我更不能寄人篱下了。所以娘子，我想带你离开这里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能放你。”阮柳道：“他们心中有愧，现在你去请求刘老爷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”好，那我这就去找他们。于是起了床之后，杨万良便去向刘云泉辞行。刘云泉见这小子没有任何怪罪自己的意思，不仅眉开眼笑地表示了同意，还大方地送了20两银子给他们。沈氏等这小子一走，立即就把刘素颜嫁给了康万红。阮柳跟着杨万良虽然过了一段苦日子，但5年之后，杨万良考中进士，回到万源做了县令。从此后，他就飞黄腾达了。而刘家则因为受到康家的牵连，从此一蹶不振了。原来康九父子明面上做着丝绸生意，暗地里却跟那些强人勾结，悄悄帮他们洗钱的。当年抢了杨家钱财，烧了杨家四合院的，正是这帮贼人。杨万良查明事实真相后，便将康九父子及其一帮贼人打入了死牢之中。还好他从中斡旋，刘家才免于遭罚。当沈氏以及刘素颜得知事情真相后，他们是悔不当初啊！可惜的是，世间再没有后悔之药。而当杨万良带着妻儿前来拜见刘云泉，感谢他当年赐银之恩时，刘云泉喜极而泣，后暗暗感叹：“我手中本来握有一副好牌，却听信妇人之言，将这牌打烂，这还真是造化弄人啊！”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